現在我是來到了山西晋城的海會寺了。這裡雖然是一座寺院，但是在明清時期啊，它是妥妥的學霸工廠。在這裡一共走出了120多位进士，就連康熙皇帝的老師陳廷敬也在這裡讀過書。就連寺院的名字都是由2位皇帝親賜的，唐昭宗給它賜名龍泉寺，宋太宗又賜名為海會寺。2位皇帝欽點的寺院，在全國啊也是獨一份了。那麼現在海會寺裡面最顯眼的就是被稱為國之珍寶的2座古塔了。這座比較高的琉璃寶塔是建於明代，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了，而且是一座為數不多的可以登上塔頂參觀的古塔。這座塔呢，高達50多米，相當於20多層樓的高度了，但是沒有電梯啊，要靠雙腿登上去。不過這樣呢，才能夠體驗到古塔的魅力。這另外一座矮一點的塔呢，它是建於公元922年。那麼這座塔的塔基已經有點下沉了，塔身也是微微的向西傾斜，但是卻千年不倒。據說蓋後面這座更高的塔，目的之一啊，就是為了要鎮住前面這座塔的塔基，讓它不要繼續往前傾斜。那麼這座矮一點的塔呢，它是在1000多年前海會寺的順敏禪師圓寂之後，弟子們為他修建的舍利塔。它是6角10級，高度有20多米，工藝精湛，造型古樸。因為塔身上有着密密麻麻的佛龕，所以它又被称作千佛塔。那麼這座更高大的琉璃寶塔呢，是叫做如來塔。2座塔相差幾百歲，但是呢又相互陪伴了幾百年。2座塔代表了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如來塔是8角13層，每層檐角上都掛有風鈴，每當微風吹起的時候呢，就能聽到悅耳的聲響。而且當時的建造者還在塔身上增加了很多琉璃構件，在陽光的照射下光彩奪目，流光溢彩。這座寶塔的內部呢，還有一條螺旋的通道，盤旋而上就可以登頂。現在我們走到裡面去登塔。入門即是福。進入這道門之後呢，一股滄桑古樸的質感撲面而來。大家看一下這個木頭的柱子，這都是幾百年前的老木頭啊。我們從這裡上來，這道大門呢是用石頭做的上面是雕刻了很多花紋。門前呢是刻着一副銀聯這個字呢是比較小，你看這邊的都已經是看不清了。原來這上聯呢是刻着金香玉柱琴簫阙，下聯呢是刻着寶器瑤台當碧天。來看這條旋轉的樓梯，真的是好窄哦，有些地方呢可能都是要側着身子過。剛剛我是把背包放在工作人員的辦公室那裡去了，就不背着背包上去。大家看一下這個樓梯，真的是很窄每上一層呢，在塔的中心位置都是有一個塔室。在這個塔室裡面呢，滿滿的一圈都是佛龕，看上去呢是非常的古老其中這個佛龕有點特殊它是通到塔的外面去了，有可能是一個通風孔。那麼在這個塔室裡面呢，還隱隱約約的能夠看到一些顏色，有紅色、藍色、綠色都有但是呢，因為時間太久遠了，這些顏料都已經褪色了，有的都看不清畫的是什麼內容。從2層的塔室出來，現在繼續往上面走。走在這裡面仿佛看到了當年唐僧掃塔的場景了。這是第3層的塔室，跟第2層的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一些佛龕，但是比第2層的要保存得更好一些。大家看佛龕裡面的畫像都是清晰可見。這些顏料呢都是礦物質顏料，那這些呢都是沒有經過修復過的原物，大部分都能夠看得很清楚，能夠保留到現在已經是相當的不容易了。這裡有一個小門，在門的旁邊呢還刻着一個小人。進入這個小門之後呢，不清楚會通向哪裡看着很神秘的樣子。繼續往上面走，就來到第4層了。這裡有一個門洞，我們可以出來看看。這外面的景色是相當好，
可以看到前面的這座舍利塔，而且這個欄杆呢都是琉璃的，這都是幾百年前的文物了。在塔門的兩側呢都有琉璃的造像，你看是有一個人呢騎着一匹馬，下面還有幾個侍從。這邊的也是頭部啊全部都是被鑿掉了，非常的可惜啊。這也算是一個小小的佛龕了。這個佛龕呢還雕刻有門頁，那麼這些啊都是磚雕了。這上面還有雕刻，都是磚雕，刻着有麒麟、蓮花等等。那麼這些呢就是仿木的斗拱了。其實在原來啊上面是有彩繪的。那麼這些東西全部組合在一起呢，看起來就非常的精美了，確實是國之珍寶啊。現在我們繼續登塔，你看這裡的階梯呢都有一些傾斜了。那麼這裡就是第5層了。哇，從這邊繼續往上面走，要手腳並用啊！大家千萬不要背背包上來啊，因為可能會卡住你的。這裡就是第6層。越往上走呢，就感覺啊，轉個身都有點難了。哇，這邊的更窄，上面就是第10層了。我的天啊！這第10層就是我們在下面看到的非常華麗的那一層了。這些啊都是琉璃的構件，你很難想象啊，這可是明朝的建築，在幾百年前啊，人們就能造出這麼高的建築。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座舍利塔，就是剛才在下面看到的1000多年歷史的古塔。這個位置呢就已經高出這座舍利塔很高很高了。而且這第10層啊並不是頂層，上面還有3層。大家來看一下這些琉璃構件，很多地方啊都已經開裂了。要是沒有這一圈鋼管呢，我還真的不敢站在這裡。現在我們回到塔的中心，繼續往上面爬。大家看一下這個階梯啊，是不是越來越陡？剩下最後3層了，看能不能登上去啊！手腳並用。這個門洞呢也是很矮，其實每一層呢都是需要低着頭往裡面走。這裡是第11層，現在爬到12層。哇，這個太窄了。這是第12層的塔心，看起來連1平方都沒有啊，非常窄吧？哇，我怕等一下都不好下來了。終於到了，這就是第13層的塔心。你看，塔頂呢就是用一根木頭啊支撐着，這裡還有很多許願牌呢。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呢，在大門口啊就發了一張許願牌，讓你好登頂之後啊掛在這裡。我們從這裡看出窗外，感受一下這裡的高度。恐怖吧？好了，現在我要倒退着往下面走了。看一下登塔上來的這條階梯，特別窄吧？下來之後給大家匯報一下哦，特別是上到第13層的時候啊，非常的恐怖，因為在上面呢塔身很小，風啊輕輕一吹都感覺啊有一點搖晃了，而且下來的時候更費勁。現在是滿身汗。那麼這座海會寺除了雙塔以外，還有什麼看點呢？現在我們往這邊走。這就是地宮的入口了，裡面有18層地獄，還原了每一層地獄的審判場景。據說做過虧心事的人啊，來到這裡都不敢進去，
上刀山下火海，在這裡啊，都算是最輕的刑罰了。在這裡面呢，各種各樣的酷刑啊，看了都讓人感覺毛骨悚然啊。這一進門呢，就能看到面目猙獰的鍾馗，他站在 C 位，兩側就是黑白無常。白無常是吐着長長的舌頭，帽子上面啊是寫着天下太平，黑無常的帽子呢是寫着一路平安，兩側還有牛頭與馬面。他們和黑白無常一樣，都是負責拘拿鬼魂的鬼差，代表着公平正義。他們將這些壞人啊抓進來之後呢，就會根據他們生前所犯下的罪孽啊來定罪，以及讓他們接受相應的刑罰。來看一下這邊，這也太嚇人了。眼前的這個人呢，就是在生前啊拋妻棄子，他就要受到施壓之刑。你別看他坐在車子裡面啊，看着好像挺享受的樣子哦，但是呢，這個車子啊它是沒有底的，小鬼拉着車往前走，他要是堅持不住的話呢，就會漏到車底，車子啊就會在他身上來回碾壓了。那邊還有一個光着身子的，就是因為他謀害親夫，正在接受審判。審判過後啊，就會送到冰山上受苦受凍，上面還有判官跟小鬼。再來看一下這邊，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下油鍋了。只要生前啊有偷盜行為，還有持強凌弱、禍害一方的惡霸，死後呢就要下油鍋，就是要把他們生前搜刮的油水啊全部榨得乾乾淨淨。來看一下這裡面啊是站着一個人，從頭到腰間啊是被鋸成了兩半。這是一個女人啊，因為她生前嫁了2任丈夫，死後呢就被鋸成了兩半了。古代的規矩特別多，嫁了2任丈夫啊，就說她是生前不守婦道。那放到現在啊，這都不算什麼了。所以說這個封建思想呢，真的是非常的恐怖。下面這個人啊，從腰部被一分為2，因為他是一個漢奸嘛，所以說他死後啊，就遭到了斬腰之刑。來看這邊，這就是銅柱地獄。這個人生前啊放火害人性命，死後呢就被小鬼扒光了衣服，綁在了銅柱上。那麼這根銅柱呢是空心的，裡面放有火炭，上面的人啊不停地在扇風，直到把他們啊給烤乾。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這就是給糟蹋糧食的人準備的刑罰。他被放到了石臼裡，直接被搗成了肉醬了。大家來看，這就是給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準備的石磨大刑了。你看，把一個人呢放進石磨裡，磨成了肉末，上面呢還剩下了2條腿。有些人被黑白无常抓進來之後呢，他會拒不認罪，而且會抵賴，認為自己沒什麼事。大家看，這個人被五花大綁跪在鏡子的前面，這個鏡子啊叫做孽鏡。那麼他一生犯下的罪過就會一一的呈現出來，這個比視頻監控啊還厲害。這裡還有上刀山的刑罰，跟我們剛剛看到的下油鍋的刑罰所針對的人群呢是同一類。這裡整座大殿十殿閻羅軍啊是分列在地藏王的兩旁，平台上啊還有6位判官，這個叫做十殿閻羅軍朝地藏。那麼這些犯過罪的人把需要承受的刑罰都承受一遍，這樣呢就可以過奈何橋去投胎了。地獄啊很殘酷，但是呢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哦。你看，過了奈何橋之後呢，就到了望鄉台了。在這裡可以看人間最後一眼，然後喝上一碗孟婆湯，忘掉一切。最後就被負責投胎的小鬼一腳從這個望鄉台啊踹下去，就可以開始新的人生了。當然不一定轉世為人哦，也是有可能會變成豬馬牛羊。當現代人站在地藏殿前，震撼我們的並不是這些刑罰的慘烈，而是古人對善的執着。在沒有監控的年代，他們是用信仰築起了道德的高牆，看着這些種種刑罰啊，仿佛聽到了歷史的低語。科技會進步，但人性從未改變。海會寺除了有著名的雙塔奇觀，這座深藏的暗殿更是古代衡量德行風骨的象徵。在這裡直面千年世間善惡博弈，就能明白文明的根基向來是始於心懷敬畏。